大家好。那我们在画一些商稿的时候，应该大部分的情况都会要求你拆图层的，比方说一些装饰性的图层，或者是前面的一些前景啊，然后每个人物的图层都要分别的拆开来，这样子排版的时候会比较好排。应该会有这样子的需求。那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都是这样子，我们会把一些同性质的东西都把它组成群组，比方说像这样子，档案、平面化写出，然后 PNG 这样子一张一张的存。在 3.0 的时候有推出一个新的功能，叫做图层构图，它在视窗里面的图层构图。图层构图呢，它可以这样子，比方说这是你的前景啊，你就按一下这边这个图案。在垃圾桶旁边，在右下角垃圾桶的旁边这一颗，你按一下以后，你帮它命名叫做前景。你每一次只显示一个图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确保图层构图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一个物件。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到档案这里的其他写出，然后你可以按写出图层构图。那第一个我们就要先去改它的位置，那接下来格式你也可以选，那像我这边我就选成 Photoshop 文件，这个我等一下会示范 Photoshop 跟 JPG 的差别，好，就按 OK， 这边就看个人的需求有没有需要。写出结束以后，你就会在你的资料夹里面看到这个样子，前面就是你的档名，然后后面就是你的这个图层构图的名称。那我们这个时候再打开它，但它这个没有说到很方便的，就是只留下你选取的那几个物件，而是会把所有的资料都给它抠出来。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使用的是资料夹结构关系，但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是这个原因。好，那这是保存成 PSD 档的部分。那我们再来一次，在档案写出图层构图，我们这次来写出 PNG 档。假设我们今天每一样东西都要压掉的话，好，那这个我写 BBB 格式我一样不动。好，这边还是会有一些设定要处理哦，包含说你要不要把图片缩小啊之类的，然后要不要追加浮水印。好了以后就按 OK， 那它就会进行写出咯。那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假设我今天有一个人物，就小小一块，它并不会帮我去做剪裁哦。那如果你今天希望是绘出独立的物件的话呢，我们这时候就是再使用 Ctrl 按住加选取图层，然后到使画不符合选择范围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你可以把这一套动作呢，到视窗的自动动作把它录起来哦。那这样子之后，你就可以去把你刚才输出的那些图层呢，就是把图片符合这个图片这样子。好，那我这边同场加印一个 Photoshop 要怎么做到图层分层输出哦？在图层这边呢，我把图层名称就改成1、2、3、4这样子，然后点 PNG。那在使用 Photoshop 的话，还有个重点就是，请你要记得你的档案是要有存过的哦。然后我们到档案，好，那如果你是旧版的话，应该会在档案，然后转存影像资产。那现在比较新的版本叫做图层转存档案。那这个路径这些什么都一样，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去选择你要输出的格式。那我一样去选择 PNG， 好，然后要不要修剪图层这边可以去做勾选，它这样就会帮我自动做好。好，那我现在这边圈起来的这几个呢，就会是我刚才 Photoshop 转出来的档案，它都有帮我做好裁切。好，那至于这个白边就是设定问题啊，可能我不能选 PNG8， 我要选 PNG24， 然后交错式那些要去做调整。好，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你是旧版本没有刚才档案转存那个图层转存档案这个功能的话，你应该会是叫做转存影像资产。这个的话，它就一定要加这个点 PNG 或者点 JPG 的这个副档名哦，它才会成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次用图层构图来单独存出我们想要合并的图层。谢谢大家。